哥伦比亚大学有个统计研究小组，他的任务是组织美国的统计学家为二战服务。这个小组里集合了美国最顶尖的数学家，他们通过各种数据制定最合适的战争策略。美国不希望自己的飞机被敌军击落，因此要给飞机外层加装盔甲。但这里有个矛盾，如果盔甲覆盖不足，就会导致防御不足；如果盔甲过多，就会太重，影响飞机的灵活性，依然会导致防御不足。如何找到一个最优解呢？军方提供了各种相关数据，数学家们就要通过这些数据来得出结论。其中一个数据是，不同的飞机部位留有的弹孔的数量不一样。美国军方认为，如果不能全部加盔甲，那么盔甲就应该加在飞机受攻击概率最高的地方。这不是废话吗？当时就应该这样做。不对，这是固有的思维方式，只关注看得见的东西。顶级优秀的人会怎么思考？数学天才瓦尔德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盔甲应该加在没有弹孔的地方，也就是飞机的引擎。瓦尔德关注看不见的东西。飞机各个部位受到攻击的可能性是均等的，为什么在引擎上留有的弹孔数量却远远少于其他的部位呢？消失的弹孔又到哪里去了呢？瓦尔德猜测，这些消失的弹孔都在未能返航的飞机上。大量的飞机在机身被打得千疮百孔的时候仍然能够返航，可一旦引擎被打坏，受损飞机可能就回不来了。军队医院病房里，腿部受伤的病人比胸部中弹的病人要多得多，这显然不是因为腿部更容易中弹，而是因为胸部中弹的人都死了。美军采用了瓦尔德的建议，我们很难说瓦尔德究竟挽救了多少美军战机，但是根据美国国防部的研究发现，如果飞机被击落的概率比敌军少 5%， 耗油的概率少 5%， 步兵供给多 5%， 成本比对方低 5%， 往往就会成为胜利方。你看，同一件事，思维模式不同的人看到的东西截然不同，采取的行动也会截然不同。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芒格是一个靠智慧取胜的典型，他一生信奉并践行多维思维模型。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思维模型——数学思维。几乎每个人都学过数学，厌恶数学，认为数学不过是考试工具，毕业了就没用了。但这个视频要告诉你，数学才是最顶级的思维模型。一，做什么不做什么。概率思维告诉你，无论是这一生还是职业生涯中，我们面临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3个：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要重复做什么。如果你有概率思维，这事就好解决了。比如结婚这种人生大事，很多人一拖再拖，总是说我还没有找到我一生中的唯一最爱，我宁愿不结婚。给你讲个真事，一个男孩给叔叔写信说，我要为女朋友放弃事业，跟女朋友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因为这个女朋友是我一生中唯一最爱。叔叔宽容的一笑说，当然你可以做自己的决定，但如果你真的认为这女孩是你一生唯一最爱的话，那我告诉你，世界上2个唯一最爱的人相遇的机会是0。茫茫人海，你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不可能遇见对方。男孩的叔叔是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他是在用概率思维看问题。概率思维会告诉你，在71颗绿豆中放上2个红豆，不断地去搅拌它们，就算花上一生的时间，这2个红豆也几乎无法相遇。所以找对象这件事根本不存在找到唯一的最爱，而是在你身边接触到的人里找个最匹配的解决方案。听起来不浪漫，但其实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概率思维告诉你，不要做概率几乎为0的事，多做大概率能做成的事。哪些事要重复做？你要重复做一件事，肯定想变成一个值钱的人。我先给你讲一个值钱的花瓶。《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一书中有一道关于青瓷花瓶的题，明永乐年间的青花如意垂涎者之花果纹梅瓶非常值钱，价值 1.68 亿港元。稀缺是值钱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假设已知青瓷花瓶在1年内被失手打破的概率是 3%。如果明朝正德年间生产了1万只青花瓶，请问现在还剩多少个？计算方法如下：第一步，先计算一只青花瓶500年保持完好的概率。你可能看不懂这个公式，答案告诉你，概率非常非常低。第二步，计算1万只花瓶保持完好的概率。
我们还能见到该花瓶的概率是 0.243%。这个过程称为概率的复利。概率的复利该怎么用呢？我们把事情分为3种收益模型。第一，等比例线性增长收益模型。比如做公务员，收入变化不大，收益几乎是等比例增长，1个月赚5000，一年赚6万。第二，上行回报有限，下行损失无限的收益模型。今日头条的张一鸣发过一条朋友圈，准备把同事的平衡车给没收了。工程师骑平衡车通勤，简直是置公司重要资产于风险之中。骑平衡车上下班就是上行回报有限，下行损失无限的典型。骑上去的时候速度快又方便，感觉很爽，然后好处就这些了，剩下的就是一旦出事，付出的代价就是无法承受的。普通人的思维是看当下，顶级优秀的人通过概率思维会判定，只要把时间拉到足够长，你担心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第三，下行损失有限，上行回报无限的收益模型。我们下班读书，业余的时间写作就是这样，损失的是闲暇的时间，然后长期坚持获得的收益是无上限的。当年蔡崇信放弃了580万年薪，加入阿里跟马云一起创业，1个月拿500块，这怎么理解呢？蔡崇信说，耶鲁法学院的学位是这世上少见的珍宝，在政府和商业世界里都很稀缺。换句话说，我去冒险，风险收益是不对称的，下行风险很小，上行收益可能很大。说到底，如果我去阿里巴巴干半年，公司不行了，我还是可以再回头去干税务律师或者做投资。这样的事情就是时间的朋友，虽然单个事件看起来概率非常小，但随着时间积累，成功的概率会越来越大。这就是概率的复利思维。知道了概率，我们就明白了，有些事可以做，有些事不能做，而重要的事情需要长期做。2. 如何加速个人成长？微积分思维告诉你，读过高中的都学过微积分，大家以为那只是考试用得上，其实微积分是一种思维模型。不懂微积分，思维方式会不同，眼中的世界也会有差别。前2年某自媒体人带火了一个词，小趋势。比起普通人无法把控的大趋势，真正能给所有人带来机会，从细微处引发大变化的，恰恰是我们身边的各种小趋势。小趋势是影响趋势的趋势，带来改变的改变。这不就是微积分中的微分吗？微分思维就是从宏观趋势中把握每个细节变化，在大量不确定性或者说大量变量中认清每一步，找到前进的方向。微分思维是从宏观中看微观，积分思维是从微观看宏观变化。积分是一个从瞬间到连续的过程，事物平缓地变化着。如果把曲线看成一个一个的点，每一个瞬间看起来都是与上一个瞬间相连的，然而积累之后却早已和原来差距10万8千里了。其核心假设是，事物都在平缓地发生变化，任何事物都与其此前的一刻有着无限小的差异。亚马逊的 CEO 问过巴菲特一个问题，你的投资理念非常简单，别人为什么不复制你的做法？巴菲特回答，因为大多数人不愿意慢慢变富。朋友曾经讲过一个高中同学的故事，高中同学打算做个公众号，写了一段时间没有进展，他以为是自己不懂写作的原理，买了很多如何写出10万加，从零开始做公众号月入10万之类的课程，坚持了几个月，效果还是不好。他想着也许是自己营销能力不足，又开始学营销入门，还是不行。他又开始学，结果折腾3年，公众号还是没做起来。如果仅仅关注在一个点上，我们看到的全是细枝末节，拉长曲线才能聚焦到真正的重点上。这是因为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仿佛是微积分曲线中的一个点，普通人只能看到那一个点，因此我们就会很着急，我们不愿意慢慢变富，不愿意一点点接近目标，而总想着要走捷径。懂微积分的人会从微分的角度看那一点代表的小趋势，会从积分的角度去看发展的威力。吴军老师说，不要太在乎你的第一份工作的薪水。生涯规划师古典也说，年轻人入职前7年，不要太在意情感回报，而是要聚焦在能力的提升上。这就是用微积分思维看个人成长。有微积分思维的人会自动地离问题远一些，不仅盯着当时的瞬间，也看见人生的曲线从何处来，又去向何方。
人本溯源，找到问题真正的关键节点，怎么从根本上决定一个人的命运。3. 几何公理思维告诉你，有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叫几何学。几何学怎么来的？上过学的我们都知道两个词，公理和定理。两者有何区别？比如著名的勾股定理，勾3股4弦5，这就是定理。定理是由公理推出来的，公理就是公认的道理，是人类理性的不言自明的基本事实，经过人类长期反复实践的考验，不需要再加证明的基本命题。我们学的几何学叫做欧式几何。古希腊大数学家欧几里得写的《几何原本》里，系统地总结了古代劳动人民和学者们在实践和思考中获得的几何知识。他把人们公认的一些事实列成定义和公理，以形式逻辑的方法，用这些定义和公理来研究各种几何图形的性质，从而建立了一套从公理出发论证命题，得到定理的几何学论证方法，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欧式几何学。欧式几何学就是从5大几何公理基础上来的。根据这5个几何公理，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几何公理推导出整个几何体系，而体系中的各个定理之间具有逻辑自洽性。这就像是从虚无中创立起了一座宏伟的大厦，而公理则是这座大厦最底层的逻辑基础。几何公理思维告诉我们，一切事物都有其最根本、最底层的逻辑，这些逻辑对整个体系起到了根基性的作用。如果根基不稳，大厦又怎能屹立不倒？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是什么构成了人生这座大厦最根基、最底层的逻辑？有人说是价值观。我们常常说一个人不理智，指的就是他的底层公理、价值观存在互相矛盾之处。很多人觉得价值观是虚头巴脑的东西，并不重要。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让我们回顾一下2001年的阿里巴巴。那时的阿里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资金已经烧完，盈利还看不到希望，下一笔融资还遥遥无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关明生走进了阿里，大家都在期待这位才子大展身手，带领公司渡过难关。但出人意料的是，关明生拉着马云干了一件看似奇怪的事情——定价值观。关明生问马云：“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公司？”马云居然很认真地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拉着团队一起讨论。经过6个人7个小时的努力，他们搞出了阿里价值观的雏形，独孤九剑。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觉得公司最重要的是能赚钱，价值观能创造业绩吗？但马云对待价值观的态度是极其认真的，他根据价值观来考核员工，宁可要一个价值观好但能力欠缺的小白兔，也不要能力强但没有价值观的野狗。甚至有一次，马云还因为一位业绩最好的员工违反了价值观而将其开除。在外人看来，马云是不是疯了？关明生解释说，价值观是阿里的 DNA， 它规范着员工的行为，产生强大的凝聚力。阿里能发展到今天，不得不说与其坚定的价值观密不可分。在价值观的引领下，员工们互帮互助，以身为阿里人而自豪。对个人而言，价值观就是一个人的行为准则。混乱的价值观必然导致混乱的人生。从根本上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成就多大的，正是他的价值观。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我们又该如何避免被错误的归因所迷惑？代数思维给出了答案。上小学时，我们接触到了数的概念，学会了加减乘除，似乎可以用简单的数来理解这个世界了。比如5大于3，那么学习5个小时的人就比学习3个小时的人更厉害吗？显然不是。这就是单一归因的谬误。我们生活的世界远比这复杂得多，学习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学习时长，还受目标明确程度、方法合理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假设学习效果用 y 表示，它肯定和诸如学习时长 A1、目标明确度 A2、方法合理性 A3 等因素存在线性关系。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最基本的线性代数方程 y 等于 A1 加 A2 加 A3。
有了代数思维，我们能获得什么好处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个著名的棉花糖实验。这个实验的结果常常被大众误读。实验者把一个棉花糖放在桌上，告诉4岁的小孩，如果你能坚持20分钟不吃，就再奖励你1颗，如果你现在就吃掉，就什么也得不到。实验的初衷是研究孩子如何抵御诱惑。可是几年后，研究者无意中发现，实验结果和孩子日后的学业表现高度相关。于是很多家长开始重复这个实验，甚至有机构把它当作测试孩子未来成就的工具。但当我们具备了代数思维，就会意识到事物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有时2个变量之间根本不存在线性关系，有时即便存在线性关系，也不能简单的推断因果。就拿棉花糖实验来说，研究员同时还发现，实验结果和家庭收入成正相关。也就是说，家境比较富裕的孩子在实验中表现更好。这其中的影响因素就很多了。比如，我们可以假设，富裕家庭的孩子平时经常接触各种诱惑，所以对棉花糖的抵抗力更强。这就给实验结果带来了不同的解读空间。孩子学业好是因为有毅力呢，还是因为家庭富裕，父母能提供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当然，这并不是说毅力不重要，而是提醒我们，用类似的实验来测试孩子，预测学业成就是很不明智的。和小学时学的简单算术不同，代数并不直接给出结果，而只是揭示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具备代数思维的人不会轻易将2个事物画上因果等号，因为错误的归因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在现实世界中，归因谬误是一个常见的思维误区。代数思维最直观的启示就是，不要单一归因，要多维归因。有了代数思维，我们就不会被虚假的因果关系所蒙蔽，而是学会多角度看问题。在职场中，我们能否持续获得超额收益？博弈论思维给出了答案。这里先讲一个新加坡大罢工的故事。有一次，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集体罢工，要求加薪30%，新加坡的航线瘫痪了。总理李光耀在讲话中愤怒地说，新加坡是我一手建立起来的国家，只要我还在管理，就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它。给你们1个小时考虑，要么回去上班，要么走人。我可以保证明天新航就恢复正常。最后，罢工的员工只好乖乖回去上班了。为什么罢工并不能真正带来加薪？在现实职场中，我们偶尔也会冒出这样的念头，大伙联合起来向老板施压，能不能要求涨工资？实际上，工资是老板和员工博弈的结果。在这个双向博弈中，一共有3种情况。第一，如果一个普通程序员找老板要求加薪30%会怎样？老板会想，一颗普通的大白菜才5毛钱，这个白菜也就那样，还要1块钱1颗，算了，不要了。第二，如果公司所有程序员集体要求加薪30%呢？可能出现2种后果，要么因为成本上升、售价上涨而被更便宜的竞争对手击垮，公司倒闭；要么老板觉得利润空间被压缩太多，干脆关门大吉。无论哪种结果，员工都面临失业。第三，如果全世界的程序员都要求加薪30%，必然会有大量其他专业的大学生转行，最终拉低程序员的平均收益。可见，超额收益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一切收益都是博弈的结果。那么，我们该如何提高自己的收益？最佳策略是让别人都不加班，自己却比别人多付出。简单的说，同一公司的员工之间是竞争关系，不同公司的老板之间是竞争关系，而员工和老板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竞争。老板总是选择性价比最高的员工，就像我们逛超市时总是货比三家，挑选性价比最高的商品。而员工呢，则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选择待遇最好的老板。环顾四周就会发现，真正决定你收入的不是老板，而是与你竞争的同事们。想获得更高的回报，就必须让自己成为稀缺资源，做别人不愿做、不敢做、不能做的事情。希望你能经常用它们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同一件事，思维模式不同的人去做，结果往往大相径庭。有时候，你一时的落后，并非智商或情商不够，而是思维模型出了问题。改变思维，升级思维，
你的世界就会不一样，你的人生就会不一样。正如刘润老师所言，普通人改变结果，优秀的人改变原因，顶级的人改变模型。愿你能掌握优秀的思维模型，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